流经哈萨克斯坦的额尔齐斯河将建新港口，中俄运输路线迎新发展。12月12号，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表示，该国计划在额尔齐斯河建设新的船舶港口，提高该河流的运输能力。额尔齐斯河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是重要的联系通道。这次新建的港口能对沿线国家带来什么影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额尔齐斯河。额尔齐斯河是我国唯一一条流向北冰洋的河流，它发源于中国新疆阿尔泰山脉的南坡，在哈巴河县的西部进入哈萨克斯坦，注入斋桑坡。斋桑坡原属中国，是一个淡水湖，位于阿尔泰山脉和塔尔巴哈台山脉之间的凹地上。斋桑坡上建有布赫塔马尔水库，水库建成之后，斋桑坡的面积扩大至5500平方公里，湖水的平均深度为11至13米，可通航，建有鱼苗繁育场。流出斋桑坡后，额尔齐斯河继续穿行于哈萨克斯坦的东北部，继而进入俄罗斯，然后过鄂木斯克州首府鄂木斯克市，转向东北方向。鄂木斯克是西伯利亚联邦管区的第二大城市，距离莫斯科约1389公里。该市始建于1716年，是一座军事要塞，目前人口大约有117万。它是额尔齐斯河沿岸最大的港口，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重要枢纽。鄂木斯克在苏联国内战争期间是重要的黄金储备地，此外还有丰富的油气和腐泥煤。该市是俄罗斯5大工业城市之一，全州90%的工业集中在这里。主要的工业部门有机械制造、石化、木材加工、轻工业和食品加工。额尔齐斯河流出鄂木斯克后，还经过塔拉和托博尔斯克，最终在汉特曼西斯克附近汇入鄂毕河。汉特曼西斯克是一个被原始森林包围的城市，约有68000人。上世纪60年代，该市附近开始大规模的开采石油与天然气。汉特曼西斯克不是油气产区，逐渐成为西伯利亚油气开采的后勤基地。当地主要的经济产业有畜牧业、种植业、林业、渔业等。额尔齐斯河全长约4248公里，我国境内约546公里，流域面积5.7万平方公里。它是新疆第二大河，水量仅次于伊犁河，水中多产鱼。额尔齐斯河接近边境处的河面比较宽阔，可以通行轮船，沿岸风光壮丽，有饮水之称。根据观察者网报道，哈萨克斯坦交通部部长在会议上表示，要建设从中国经额尔齐斯河入境哈萨克斯坦的船舶港口，地点选在东哈萨克斯坦州的塔尔巴哈泰县。这一项目的目的是扩大额尔齐斯河的过境潜力，同时能使哈萨克斯坦在中俄之间开辟新的运输线路。为了支持这一线路的发展，还计划在塞梅市附近建设新的航运港口。东哈萨克斯坦州位于额尔齐斯河的上游，面积约28.3万平方公里，人口139万，其境内有丰富的金矿、铅矿、铜矿以及稀土金属。采矿冶金行业是该州的支柱产业，产值约占全州商品产值的1半以上。此外，还有电力工业、汽车、机械制造业等。东哈萨克斯坦州的自然环境保持良好，该国70%的森林资源都位于这里。额尔齐斯河港口建设对中俄合作有何影响？额尔齐斯河流域资源丰富，是中俄两国重要的经济建设区域。随着两国“一带一路”合作的推进，中俄在基建、贸易、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额尔齐斯河是中俄之间的重要水道，新船舶港口的建设能够提高额尔齐斯河的物流水平和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为贸易往来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条件，推动流域内的开发和利用。额尔齐斯河港口的建设能加强中俄联系。与我国东部地区的河流相比，额尔齐斯河流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气候较为干旱，开发过程面临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等问题。因此，港口建设完成后，中俄联系加强，两国在额尔齐斯河水资源保护和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合作也能更加深入。随着全球气候升高，北极开发逐渐被各国提上日程。中俄在2017年5月提出了冰上丝绸之路的理念。俄罗斯是北极地区最大的国家，也是北上通向欧洲最短距离的必经国家，因此冰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要从中俄合作切入。北极航线具备比较广阔的发展前景，能极大缩短东亚和西欧之间的距离。以大连港和荷兰鹿特丹为例，按照传统的马六甲航线需要36天，北极航线仅需27天。
而且途经俄罗斯的东北航道没有被美国控制，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很少存在，航线安全有保障。额尔齐斯河注入鄂毕河后，最终流入北冰洋。新港口的建设能方便中国技术、设备、原材料进入北极地区，丰富中俄开发北极资源的手段和模式。3. 哈萨克斯坦为什么要新建港口？额尔齐斯河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可以说是一条生命线。该河流经过了东哈萨克斯坦州、巴甫洛达尔州，这2个州资源丰富，是哈国重要的工业区，被额尔齐斯河串联。哈国资源想要出口，就需要一个高效的物流运输系统。但是哈萨克斯坦是内陆国，境内的河流是重要的运输手段。额尔齐斯河能一步抵达北冰洋，使哈萨克斯坦更好地融入俄罗斯的物流体系，方便出口。而且新港口的建设有利于将额尔齐斯河打造成一条多式联运的运输线，使河流运输与公路和铁路运输相连，形成一条高效物流通道，提高货运的灵活性和效率。